红鬃烈马，这红鬃烈马有什么特别之处吗？回相爷，之前我们在天山发现了一匹世所罕见的红鬃烈马，此马甚是灵通，我们出动了所有骑手，花了3个月的时间才抓住了它。此红鬃烈马举世无双，所以我们进贡给大唐的皇上，希望你们能够降服它，供皇上代步。既然叫红鬃烈马，想必此马的性格一定很烈吧？苏将军，的确如此。所以，我凌霄想看看你们大唐是否有能人，能够降服此马。这还不简单？等相爷把灵使者的意思表达给皇上，请皇上下旨，到时候我让你好好看看，我魏将军是如何降服你们这匹红鬃烈马的。魏将军，不是我凌霄看不起你，此马甚是暴烈，从不服人。魏将军，你真有把握？灵使者，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是看不起本将军吗？魏将军说笑了，林某没有这个意思。相爷，末将请命，改天我们在教场弄一个降马大会。我要让这西凉的使者好好的看看咱们唐朝猛将厉害。魏虎，你何必抢出头呢？不但魏虎能降服此马，苏龙在中原也是个猛将。那就请灵使者在此多待几日，过了年再回西凉。这段时间，老夫让朝里的大将们前去试骑，让你看看我们中原的勇士。好，那林某就在中原多留些日子，一来可以感受中原的年节，二来，也可以开开眼界，以后好回去和西凉王交代。好，那我就一面清点贡品，一面让魏将军前去骑那红鬃烈马，然后我再请皇上下旨，让你们开开眼。苏龙，在。待本相好好的陪灵使者。今天的晚宴，老夫要跟这位灵使者好好的喝上几杯。是。凌霄，谢过丞相。看着西凉使者凌霄，双目炯炯有神，言辞犀利，他话中有话，我得多注意点。老弟啊，你不是说薛平贵他已经死了吗？那他为什么现在正在长安城行乞呢？薛平贵没死。大哥，你听谁说的？还用听谁说吗？你大嫂亲眼所见，那王宝钏为了见薛平贵，把自己打扮成丫鬟模样，在大街上跟他搂搂抱抱。好个薛平贵，3番4次都让他给跑了。大哥，我看直接找几个杀手把他给杀了吧。杀薛平贵是势在必行，要不然2月2龙抬头，宝钏彩楼招亲的时候，你就会有大麻烦。不过目前最重要的是，不是杀薛平贵。还有比这个事情更重要的？如今西凉进贡了一匹红鬃烈马，此马性情颇烈，岳父已经上奏皇上。皇上高兴之余，为了体现我国国威，
已经答应我去降服红鬃烈马。大哥心有一计，岳父对你印象颇佳，我想让你去降服红鬃烈马。到时候有岳父帮忙，就如同特开科期，让皇上准许你进入朝中，封你做将军。啊，竟然有这么好的机会，那我一定要好好把握了。好，宝弟啊，这几天你好好的把功夫再练一练，3天之后，教场上就看你的了。大哥，请放心，小弟不会让你失望的。嗯。使者凌霄，见过丞相。林使者不必客气，快坐吧。谢座。打开。相爷，这是我们从丝绸之路找来的奇珍异宝，我西凉大王要进献给当今大唐皇上，还请相爷代劳。西凉大王对我大唐如此忠心，皇上知道以后一定会十分欣慰和高兴的。这些东西，本相就代皇上收下了。有劳相爷了。来呀，把这些东西拿下去。进宝马。好一匹特殊的宝马呀！相爷，这匹红鬃烈马举世无双，只是凌霄。林使者，有什么话，尽管讲吧。相爷，这匹红鬃烈马，在我西凉也是无人能够骑乘，所以我们来的这些人很好奇，想知道大唐猛将如云，是否有能人能够降服此宝马？凌霄今日斗胆，想看看魏虎将军驯服此马。领使者，请放心，我们大唐有的是人才。你们两个哪个先上啊？回相爷，我弟弟魏豹身手不凡，至今尚未有功名，所以魏虎恳求相爷，让我弟弟魏豹先行试马。那就让魏豹先来试吧。谢相爷。传魏豹。魏豹参见相爷。哎呀，都是自家人，不必多礼了。魏豹，我听说此马性子刚烈，你可要小心点啊！啊，多谢相爷关心，魏豹有信心降服此马。去吧。是他。他是谁啊？我之前跟他交过手，他连我都打不过，我看他是不可能降服红鬃烈马的。武功不敌你，不代表马术不精湛。那我们就看看情况到底如何。老弟，你怎么还不去降马，让他们看看我们大唐的威风？这马怎么这么凶啊？快叫你弟弟下来，为什么？恐怕有危险。
不可能。多谢大姐夫关心，我弟弟的骑术还不错吧？还是小心为妙啊。看来他真的能降服此马。我看未必，未必。为什么？驾！魏豹这孩子武功不错，马术精湛呢，总算没有让老夫丢脸了。岳父，我弟弟文武全才，能做您的三女婿是再合适不过了。只是皇上已经下旨，让宝钏绣楼招亲。如果魏豹能够拿到宝钏的绣球，老夫我当然不会反对了。多谢岳父。想不到他的骑术还不错。是啊，只不过红鬃烈马的招式还没显现出来，咱们再看看。大人，来，快，焦大夫！畜生！畜生，休得无礼！这，哇！我今天才知道这匹马原来这么厉害。那还用说吗？凭我，什么马都可以驯服。当初不也被这匹马摔下来了，害我躺半个多月呢。岳父，你怎么就这么没用呢？哼，这马也太难驯了，这。照你这么说，咱们大唐的将军连一匹马都驯服不了，那我大唐将来还能驯服谁呢？现在，我们看苏龙的了。丞相，都说大唐猛将如云，今日一见，居然连一匹马都驯服不了啊！胡说！我告诉你，我大唐朝中能人异士颇多，怎么会降服不了一匹马呢？来啊，在。先把这匹马给我关起来。是。3天之后，本相再请你观看。好，丞相，那凌霄拭目以待。小心一点。哎呦！
魏虎，你在哎呦什么？怎么回事？哎，别提了，别提了，我呀还算好的，暴弟可惨了，腰都快断了。如果他治不好的话，他这一辈子呀，算是废了。怎么会这么严重？你们兄弟俩在搞什么把戏呀？哎呦，我能搞什么把戏呀？不过就是降服一匹马，红鬃烈马。哎呀，就是前2天西凉进贡的那个稀世宝物，我看呐，它就是一匹烈马、烂马。小兰，你去请大夫。是二小姐。哎，不用，我已经看过大夫了。那大夫怎么说呀？大夫说呀，可严重了，我这肩骨啊有摔裂的痕迹，要我这段时间躺在床上，什么事都别做。哎，你不是个武将吗？怎么连一匹马都降服不了？真是没用。呀，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哎，你去骑着试试。哎，你敢这么跟我说话，我打死你！小兰，你先下去。是。对不起啊，我不是有意的。别！我看你啊，就是谋害亲夫。哎呦，谋害亲夫，你还不配呢。哎，连一匹马都降服不了，根本不值得我来谋害你们。啊，哎，你还别看不起我，我告诉你，大姐夫苏龙照样从马上摔下来。快躺下吧，慢着点啊。下去吧。哎呀，龙哥，这大夫都看过了，怎么还这么严重啊？要不再找个大夫到家里来看看？不用了，医治我们的都是朝廷御医，他们医术精湛，说我没什么大事，休养几天就好了，休养几天就好。你就别强忍着了，听我的。你不是驯马很厉害的吗？怎么会摔下来呢？我没想到这匹什么红鬃烈马，性情如此刚烈，我们3个人上去全都摔下来了。怎么会摔得这么惨呢？最难看的就是岳父大人，我们今天让他颜面尽失，而那个西凉使者还在那儿惺惺作态。哎呀，你别生气呀。娘子，我还没说完呢。我说这个西凉啊，送这匹马来，肯定另有所图。另有所图？那他们图什么呢？现在还不得而知。反正现在要搞这个什么降马大会，简直是大错特错。要是让西凉知道了咱们兵力不强，那不就麻烦了吗？他们……哎呀，你别着急呀。哎呀，躺下躺下，好好躺着啊。这些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先把身体养好啊。爹呢？我看他老人家一个人在大厅里生闷气，我也不好多说什么，就先回来了。这事儿该怎么办呢？贵哥好功夫，好武功啊！是啊，二哥你好厉害。那当然。我昨天晚上啊，听平贵一夜苦读，嘿，念出来的那个诗啊，可真好听啊。这会儿又看他练剑，嗨，我敢肯定、负责任的告诉你们，平贵绝对是个文武双全的奇才啊。是啊，二哥。哎，二哥，这么好的功夫，干脆也教教我们吧。这一来呀，我们可以防身；二来呢，我们再也不怕被别人欺负了。好啊，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我会教你们的。啊，谢谢二哥。喂，教你个头啊你！我之前不是教过你跟大哥吗？结果呢，你们2个3天打鱼2天晒网的，根本就没有用心练。我看你们啊，这辈子只适合当乞丐。
哎，有你这么说话的吗？二哥，哎，我打一套拳给你看看，你帮我指点一下呗。领教领教。这叫打拳，这可是动手还差不多。哎呦，你真是个笨蛋！你知不知道，这种功夫还敢出来献丑，你真的是欠揍啊你！鬼哥，这种废物不要教他，我比较有天赋，你教我吧。哎呀，好了好了，别说他了，要练我们大家一起练吧。太好了，二哥，我也要一起学。哎，你走开！不要拖累我。哎呦，哎呀，贵哥，走了，我们开始吧。来吧，来吧。好吧，好吧，好吧，来吧。你不教也就算了，还欺负我。大哥，你没有欺负我了。哎，你看啊，他们两个一块练剑，还真般配啊。只是啊，平贵喜欢王三小姐，小青啊没指望了。哎，我二哥文武双全，哟，以小青这种条件，哼，当然配不上二哥了。以他这种条件啊，充其量也就配得上我。哎，大哥，这你也知道，我从小到大一直都喜欢小青的，你帮我撮合撮合呗。我帮你撮合？哎，你什么时候见我妹让我管她了？我没办法，有本事啊，你自己追她去。追得到呢，你服气；追不到啊，哼，你没本事。啊，漂亮是漂亮啊，可是呢，就是没什么劲道。如果遇到普通人还可以，如果遇到高手呢，你可惨喽。我怎么练得不好？我怎么没劲道了？你不相信啊？那我们试试吧。好啊。哼。嘿嘿，是不是啊？一点劲道都没有。依我看呢，你的功夫呢，去江湖上卖艺还差不多。你怎么能说我是江湖卖艺的呢？我不管，你得给我道歉。好了好了，我的好妹妹，那哥哥向你赔个不是，可以了吧？啊？这还差不多。大哥，你以后想做什么呢？你会和爹一样去做镖师吗？不会。你不做镖师，那你要做什么呀？因为爹希望我呢可以报效朝廷，所以呢，我希望多花点时间用功读书，考取功名。你这么听爹的话呀？那如果爹让你娶，啊？娶什么？如果爹让你娶谁，你是不是也会乖乖的听话呢？父母之恩大如天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爹的话我一定会听的。真的？大哥。啊？大哥，你一定要听爹的话。
什么？喂！难道小琪在暗示我？他早就知道跟我不是亲兄妹。找到小琪，好好的照顾她。爹，你不会有事，爹会长命百岁的。答应我。好，我答应你爹，我一定会把小琪找回来，我一定会把小琪找回来，我一辈子都会好好照顾她的，爹，你放心吧，爹。爹是希望我娶小琪吗？从小到大，我一直对她像亲妹妹一样看待。我对她是兄长的爱，是手足的情。薛公子，我对宝钏却是真的感情。我确实是爱上了宝钏。平贵啊，大哥，练剑练到一半停下来干嘛？想什么呢？我是说，最近一直用功念书，生活起居都靠你们，真不好意思。哎，说的什么话啊？没规矩没礼貌，就你这么迂腐的读书人呐，才会说出这种话来。哎，我们大家都是兄弟啊，说这种话干嘛？太见外了。是啊，哎，贵哥，我们也不是想要从你这里得到什么好处，只是希望呢你能当一个官儿，那样的话呢，我们这一帮人呐，走路也可以很威风了。是啊，二哥，我也没有别的什么好求的，我只求你到时候当一个大官儿，给我谋个什么差事，那我就很开心了。行了，你们两个没规矩没礼貌，一个说话还含蓄一点，你说的也太直接了吧？没规矩。哟，你看这天儿又开始下雪了啊！哎，咱们各自准备过冬吧。好，走。走吧。下雪了，也就是快过年了。宝钏，你可好？年后就要抛绣球了，她在忙什么呢？是不是像我一样在想她？小姐，现在已经开始下雪了，你小心着凉啊！咱们进去吧，啊！走吧。平贵，你在想我吗？走吧。哦，好冷啊！外面开始下雪，我担心平贵在外面行乞，会受寒受冻。哎呀，小姐，你就不用担心了。其实小莲已经偷偷上街去看过了。你去看过她了？你怎么没告诉我？哎呀，这种事情告诉你做什么呀？你越来越放肆了。小姐，人家是跟你开玩笑的嘛。其实呢，我也是关心薛公子才上街去看看的。但是现在外面是越来越冷了，整个长安街上几乎都看不到乞丐的踪影哎。看不到乞丐？不过你放心，我呢遇到他们里面的一个人，他好像叫张伟。张伟？是谁啊？他说他好像是薛公子的结拜兄弟。他还说，
现在都是他们那帮人出来乞讨，薛公子就留在他们武家坡里面用功读书，勤练剑术。武家坡？武家坡在哪儿？这我也不知道武家坡在哪里，好像是在城外吧。对了，小姐，我听说啊，那些叫花子把人家当初烧窑废弃的那些破砖窑布置成一个很温暖的家。那破窑能躲雨吗？能避寒吗？哎呀，真让人担忧啊！哎呀，小姐，你也担心的太多了吧？据小莲所知呢，这烧砖啊是绝对不能够漏水的。还有啊，这烧砖啊是要用大火去烧的，砖窑的墙壁是很厚很厚的，所以那边呢是绝对不会受寒受冻的。搞不好啊，那里还比我们相府温暖呢。哎，小姐，你懂得比我多，比我聪明。哎呀，小姐，不是我懂得比你多，也不是我聪明，是你呀担心太多，乱了分寸。对了，小姐，你放心，我跟那个张伟说过，如果天气一放晴，薛公子也有空的话呢，我希望啊他能够进城来见见你。我倒是不想见他。为什么？你不是很想见他吗？如果真的照他们说的，平贵在那儿用功苦读，那我不想他因为我而分心。再加上泡绣球的日子越来越近，这段时间我还是听娘的话，别跟他见面，免得节外生枝。小姐，你呀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替薛公子着想呢。如果啊有一天你能嫁给薛公子，那你肯定是一个很好的妻子。那你的意思就是，如果我嫁给了别人，我就是一个很坏的妻子了？啊，小姐，小莲怎么敢这样说你呢？小莲的意思是说，这全天下的男人，不管是谁，只要娶到咱们家小姐，那他肯定是最有福气、最好命的人。好了，我还没有问你，你是不是又听到什么消息？哦，对了，我刚刚听说啊，这每年的年底之前呢，西凉还有南诏那些藩邦属地都会派使者前来进贡贡品。哎，这2天就有个西凉使者来进贡，但是听说大姑爷跟二姑爷还为那个贡品受伤了呢。爹，您还在为苏龙和魏虎的事儿生气呢吧？爹，大姐夫跟魏虎都已经尽力了，你就别再生他们的气了嘛。爹，苏龙说今天教场上让您失望了，他非常自责，请您原谅他吧。好了，都下去吧。是。是。哎呀，爹，你就别再喝了。爹，魏虎都已经把肩膀给摔裂了，都没有得到爹的安慰，爹还要怪他，这真的是很不公平啊！这有什么公平不公平的？当初西凉使者前来，就是魏虎张口闭口说他能降服那红鬃烈马，这下子在教场里摔了个四脚朝天，不但他丢人，就连爹的面子也给丢尽了。你可知道，皇上要是知道了这件事，那你爹可就无地自容了。爹，你就别生气了。苏龙说了，过2天他愿意再试。哎呀，爹年轻的时候也喜好马术，爹也知道苏龙的马术是一流的。可是这匹马实在是太古怪了，就算他再试，也一样给摔下马去。你也这么认为？那可怎么办呢？爹，
你要是怕皇上怪罪下来，那就赶紧想想，这朝中有哪位将军可以降服此马，让他去试骑呀。我就不相信有谁能赢过魏虎的。你呀，整天就知道护着魏虎。你，银川，别给爹添乱了，乱出什么主意啊？真是。大姐，我倒觉得我这个主意还不错呢。这倒是个好主意。老夫明天就上奏朝廷，如果谁能降服这红鬃烈马，老夫就请皇上下旨，加官进爵。总而言之，老夫绝不能让西凉使者看笑话。这要传到西凉去，对咱们大唐可是大大的不利呀。这金川怎么进去这么久啊？哎呀，哟，大公爷，您可要当心啊！没事没事。哎，小姐，你看大姑爷在那儿。大姐夫。哦，大姑爷。三姨妹，金川去书房了。宝钏是来看大姐夫的，听说你受伤了。哦，惭愧啊，是我自己不小心让自己摔下马来，还因此让岳父丢了脸。大姑爷，你不是很会驯马吗？怎么会摔下马来的呢？这匹马的性子真的这么烈吗？此马名为红鬃烈马，性格十分刚烈。我打算伤好之后再去试骑。不过，我依然没有把握将其驯服。爹，只可惜我不是个男儿身，要不然呢，我一定可以替你分忧解劳的。是啊，老夫最遗憾的就是，只生了3个女儿，未有一子替父分忧啊。哎，想到这儿啊，我就怪你娘争气。爹，你说这话就太不公平了。咱们家3个女儿，什么时候给你丢脸过呀？再说，大姐夫跟魏虎也是入赘咱们王家，你是多了2个儿子。是啊，爹，这件事跟娘没有关系，是女儿女婿们没给您争气。哎呀，刚才爹呢说错话了。其实啊，爹的3个宝贝女儿啊，个个如花似玉。在咱们长安城里，谁人不夸我王允好福气呀？更何况，找到了苏龙、魏虎2个贤婿，又对爹娘十分的恭敬啊。就是啊，爹，如果你再这么说，那我以后就不跟你说话了。哎呀，你看看，你这个孩子呀，这3个女儿当中啊，就属你最骄纵了。爹真是后悔啊，这宝钏也不争气。当初鲁王爷的儿子小侯爷鲁俊武功不错，深得皇上宠爱啊。爹如果直接做主允婚，可能又多了一个贤婿呀。爹，您就别后悔了。如今蒙皇上赐下半副銮驾，又能彩楼招亲，没准啊，这次给您挑一个更好的贤婿。看这个情形啊，爹多么希望这些王孙贵胄武艺超群的快抢宝钏的绣球啊，这样爹就可以再多一个文武双全的家婿啦。这可难说了，爹，你少打如意算盘了。哎呀，银川，过来，你别乱说话。我哪里乱说了？这爹最疼爱的宝贝3女儿，他的想法很奇怪啊。什么王孙公子、皇亲国戚，他都看不在眼里，偏偏就喜欢一个。爹，你可得小心一点，万一到时候宝钏给你选了一个乞丐做女婿，那不仅是你的面子挂不住，到时候咱们相府的颜面也得扫地喽。银川，不许乱说话。银川啊，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爹，我可什么都没说啊。你呀，最好自己去问你那个宝贝3女儿，反正我跟她是从此不相往来了。
姐夫是朝中猛将，那如果大姐夫都没把握，谁还能降服呢？不是我夸口，在朝中，如果我不能驯服此马，再无第二人。大姑爷，这小莲就不懂了。既然是一匹烈马，那为什么西凉要拿它来当做贡品呢？我认为，其中一定有它的作用。三姨妹果然细心。这西凉啊，明为我们送贡品，实际上是想刺探我朝中虚实。那如果没人能驯服此马，不就代表我朝中无人？岳父大人和我都有这种感觉，所以我也建议岳父赶快将此事上奏皇上，尽快出榜招贤。若是能招到可以降服此马的英雄好汉，不妨……爹娘，岳父、岳母，刚才啊，三姨妹本来要去看我，结果在大厅里碰到了。不枉我白疼这个妹妹一场。是啊，大姐夫、大姐这么疼我，自家人当然应该互相关心。相爷啊，你看咱们宝钏多懂事啊！一听说苏龙病了，这马上就来看他了。是吗？可我听迎川说，从此不与宝钏往来，这到底是为什么？爹，你也别生气，这二妹吧，她性子急，任性，她说的话您别太在意啊。是啊，自家姐妹又没有外人，怎么会不和呢？宝钏，爹问你，是不是还想着那个薛平贵呢？相爷，宝钏她……夫人，你不要插话，我等着宝钏答复呢。爹，没错，女儿心里是想着薛平贵。荒唐！真是荒唐！爹，宝钏，你可知道那个薛平贵，如今已经沦落为叫花子了，在这长安城的街里行乞。你要知道，你可是堂堂相府的3000金，你怎么就这么糊涂呢？心里想着个乞丐。哎呀，相爷，乞丐也是人呐，咱们宝钏只不过是想报恩而已。再说了，那个薛平贵毕竟是他的救命恩人呐。就算他是救命恩人，咱们已经答应给他酬金了，可他不领，怎么着？难道说他救了宝钏，宝钏就得以身相许吗？爹，你先别急，您倒是听听三妹她是怎么想的嘛。是啊，岳父，我想三姨妹一定有她自己的想法。好，那我就听听我的宝贝女儿，到底有什么特殊的想法。爹，薛平贵不爱爹的钱，并不是要以退为进，贪图更多的荣华富贵，而是薛平贵心中内有大志，他不想不劳而获。哦，好，接着往下说。薛平贵为人正直，谈吐应对得体，他不但武功好，更难得的是他勤于念书。他正为来年的科期奋发图强，用功苦读。爹，这样的人才，难道不值得尊敬吗？宝钏啊，听你这么说，为父也觉得他确实是个人才。他可以找爹，爹可以帮他。来年科考的主考官都是爹的学生，爹可以帮他榜上有名，谋个一官半职的。这是爹对他救你在人情上做的最大的让步。但是宝钏，爹不准你有别的想法。爹，宝钏如今要彩楼招亲，宝钏也不敢有别的想法。好，但是我听银川说，你打扮成丫头的模样去看薛平贵，你要给爹一个满意的答复。
岳父他都知道了吗？爹，女儿无话可说。好，你跟薛平贵到此为止。从今往后，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能再见薛平贵。你听见了没有？爹，如果女儿说如果女儿的绣球抛中了薛平贵，那又当如何？既然皇上下旨，我的女儿抛绣球抛给了谁就嫁给谁，这一点爹无法反对，也不敢抗旨。如果那个薛平贵真有那个狗运气，那爹也就认了。真的？娘，好了，这件事还早着呢。宝钏啊，娘早就跟你说过，快过年了，这段时间你哪儿都不要去，就在家好好待着，为来日自己出嫁做准备。是，女儿知道。宝钏，这儿没事了，你先回去吧。爹娘，女儿告退。夫人，你看看你养的宝贝女儿，哼！哎呀，娘，你快去劝劝爹吧，大伙儿气坏了身子。是啊，娘，你去劝劝岳父吧。你们也都下去吧。小菊，你也下去吧。是。来。恐怕三姨妹的愿望要落空了。那可怎么办呀？宝钏跟我说过，她这辈子笃定是要嫁给那个薛平贵了。那你觉得呢？我站在我的立场上，自然是希望她嫁给一个王孙贵族，以后过着荣华富贵的日子。可是我这个妹妹呀，她心里想定的事是很难改变的，跟我爹的性格极其相似。外表看似柔顺，实则呀，刚强。那你是站在三姨妹这边，还是站在岳父这边？龙哥，我也拿不定主意了，你说呢？一个人的幸福啊，应该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为夫认为，应该成全三姨妹。好啊，可是我也帮不上忙。龙哥，那你就帮帮他们吧。娘子放心，我苏龙定会竭尽全力帮助三姨妹的。只是，千万别让爹知道，否则一定会对你不利的。我会小心的。不过现在，对他们不利的只有一个人。你是说魏虎？威尔哥，来，威尔哥，来吃药。这是大夫专门给你开的药方，我亲自给你熬的。你要多吃几口，多吃几口才能好得快呀。威尔哥，你先躺下休息吧，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威尔哥，你怎么了？
你还有哪里不舒服啊？我没事儿，谢谢你。不用客气，你之前那么照顾我，现在我照顾你是应该的。其实这些事情让家里的下人做就好了，你不用操心的。没事儿，你要吃什么，我亲自给你去做。魏二哥，看你这个伤势，恐怕得过年以后才能好吧？眼看王三小姐彩楼招亲的时候就要到了，可是，魏二哥，我想问你一句，你真的喜欢那个王宝钏吗？我当然喜欢。从我第一次见到宝钏起，我就一直深深地被她吸引。我今生今世一定要娶到她。小琪，你怎么了？没事没事。其实，我希望你能娶到那个王宝钏，因为我哥也喜欢王宝钏。你哥？你见过你大哥？没有啊，自从上次工地一别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本来我是想去找他，可是现在你伤成这个样子，我还是先留下来吧。其实我没事儿，你放心吧，我可以照顾好自己的。你去休息吧。不了，我告诉我哥我住在这儿，他也知道我在这儿。如果他没有来找我，说明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妹妹。我想，我还是先留下来照顾你吧，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小琪，你不用为我做这么多。魏二哥，你之前帮了我那么多，如果你不让我照顾你，我就生气了。好，我喜欢你照顾我，只是我怕委屈你。不会的。快，你先躺下，你好好躺下休息吧。我去给你弄点吃的，顺便给你熬第二副药。魏二哥，你还不赶快躺下？我现在有伤在身，别说杀薛平贵，就连开春的彩楼招亲，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去。薛平贵的事情，我要先放一下，我得先把伤养好再说。你们给我听仔细，为父说的话，一个字也不许泄露出去。岳父大人放心，您交代小婿做的事情，小婿绝对不会张扬出去。爹，你这两个女婿就属魏虎最听你的话，你交代的事情，他什么时候没有照办过呀？魏虎啊，在。你可知道，薛平贵现在人在何处啊？回岳父大人，薛平贵的下落曾经让我弟弟去查过，可是您也知道，最近这西凉送来的红鬃烈马，把我们都给摔伤了，所以才没有继续调查薛平贵的下落。好。不管有没有薛平贵的下落，彩楼招亲的那一天，你绝对不能让薛平贵进入彩楼。岳父大人放心，小婿一定办到。爹，你堂堂一个相国，为什么不直接下令把那薛平贵抓起来杀了？这样可一绝后患呢。你懂什么呀？正是因为爹是一国的宰相，怎么可以无缘无故的杀一个平民百姓呢？那也可以叫长安的知府把他抓来，扣他一个大罪名，不就得了吗？哼！岳父大人，银川说的也没错，此事
您完全不用出面，您让小旭去办就是。不行。宝钏那孩子如果真的喜欢薛平贵，薛平贵被官府抓去的事情，宝钏一定会知道的。你们也知道宝钏的个性，到时候闹起来，爹怕更加难看。爹，你就是太宠宝钏了。可是我也真不明白，这丫头是不是天生贱命啊？好好的人她不嫁，偏偏要嫁给个乞丐，这要是传出去，不仅是丢我们王家的脸，爹，你在朝中也会颜面尽失的。你要好好教训她，爹。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越说爹心越烦。哼。银川，岳父大人因为此事很烦恼，咱们应该帮岳父排忧解难才是啊。这抓也不是，杀也不是，那该怎么办呢？哎，目前还不行，等到将来咱们找到机会再把他除掉。魏火在，你看还有什么办法？回岳父，如果薛平贵真的沦为乞丐的话，那小旭就在三姨妹彩楼招亲那天，以京城安危为由，通知长安城内的乞丐不准上街，并在通往彩楼的街道上布下兵力。如果薛平贵真的现身的话，那小旭就用危害京城的罪名治他。好，此计甚妙，就这么办。小旭遵命。爹，你看魏虎总是为我们王家尽心尽力的，来日啊，你可得在皇上面前替他多美言几句，让他加官进爵啊。放心吧，如今朝中除了刘毅老将军之外，并无大将。这件事情也会留意的。多谢岳父大人栽培。小姐，不好了！小姐，小姐，小莲，新年快到了，别说什么不好，让人听到会不高兴的。不是的，小姐，小姐，什么？爹跟二姐夫他们竟然……小姐，如果二姑爷真的在通往彩楼的街道上驻守重兵的话，那这样子，薛公子就算长着翅膀，也飞不进彩楼啊！哎呀，那怎么办呢？哎，小姐，事到如今，我们只好找大小姐还有大姑爷帮忙了，因为现在除了他们以外，就没有人可以帮我们了。太过分了！这银川跟魏虎怎么能跟爹出这种主意呢？大姐，如果命中注定我无法嫁给薛平贵，那我无话可说。可是爹和二姐夫居然设下层层障碍，阻挠薛平贵，这可怎么办才好？你一定要帮我。放心吧，我已经跟你大姐夫说过了。你跟大姐夫说过？那大姐夫他说会全力帮你的。真的？小姐，你听到没有？有了大姑爷的帮忙，薛公子一定不会有事的。大姐，你对宝钏真好。姐妹之间客气什么呀？来坐。宝钏，其实你跟薛平贵的事，姐姐是不太同意的。但姐姐知道你的心思，一旦想好了，就不容更改。可是你要听姐姐一句话。大姐，你说。彩楼招亲，天定姻缘。如果你的绣球没有抛给薛平贵，那也就说明你跟薛平贵没有夫妻姻缘。到时候，
你一定不能做傻事。绣球抛给谁，你就认命做个好妻子。小姐，小莲觉得大小姐说的也有道理。既然大小姐和大姑爷都答应帮忙了，那小姐你也应该听取他们的建议呀。好，大姐，我答应你，不管我绣球抛给了谁，我都会尽力去做一个好妻子。好，真是我的好妹妹。你放心吧，你跟薛平贵的事，我一定会盯着你大姐夫去办的。日子也快到了，你就安心的准备吧。谢谢大姐。威尔哥，我自己来。威尔哥，我亲手为你熬的粥，你尝尝看。我自己来。啊，小心，别烫着了。小七，这些天辛苦你了。我一点都不辛苦。咱们俩素未平生，是威尔哥肯收留我、照顾我，我也不知道该拿什么来报答你的。今天这些事是薛琪心甘情愿做的，威尔哥不用客气。给。我帮你吧。看薛琪这么温柔体贴，又是这么漂亮的女孩子，任谁看了都会心动。这些日子相处，真的发现她没有半点心机。如果不是我喜欢王宝钏，薛琪都是个理想的对象。啊，你盯着我干嘛呀？没什么，只是在想，我在想，这些日子辛苦你了。等我伤好了，我带你去买一些首饰。不，真的不用了。我从小在山野中长大，基本上首饰我都用不着。是这样。那等我伤好了以后，我陪你回去拜祭你爹。不用了，你还是安心养伤吧。我想这2天就去祭拜一下他们，马上就要到年关了。我想念我爹和我娘。对不起，说到你的伤心事了。威尔哥，没事。对了，你大哥薛平贵，你知不知道他的下落？不知道。奇怪了，按理说，你们兄妹的感情应该很好才对，他怎么就没来找你呢？威尔哥，你别再提我哥了。我下定决心，
我要跟他断绝所有的关系。你的意思是？威尔哥，你别说这些了，你还是安心养伤吧。这一过完年，2月2龙抬头的日子就要到了。我你在担心什么？啊，没什么，我是说，我得先把伤养好再说呀。说的是啊，那你赶快躺下休息吧。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我不小心压到你，我知道你受伤了，你会不会觉得很疼啊？没事儿，我真的没事儿。那就好，那就好，你先休息，我先走了。威尔哥真体贴，要不是我心中爱着大哥，我想我可能会……这薛平贵到底到哪儿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找不到他？等我伤养好了，在2月2之前，我一定要杀了他，否则对我真是个威胁。谢谢军爷啊，谢谢。哎，小静，小静。哎，你看，我今天要了很多钱。哎，我跟你说，我上次被打的伤还没完全复原，我今天也要了不少了。那我先回破庙里休息了，一会儿咱们破庙里见啊。好啊，大哥，我也要了不少哦。待会儿我回去的时候啊，就买块猪肉，煮给贵哥吃。不是，你是听不懂人话是吧？我说是我身体还没复原，你要买肉。给贵哥吃，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大哥啊？有啊，人家心里当然有你啊！啊，我就知道你心里一直都有我啊！你是听不懂人话，我说的是我大哥。哎呦，大哥，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贵哥呢，白天要练剑，要补呢也是他补，你补什么？你也不会吸收，吃了也是辣。哎。那我每天要钱也很辛苦啊，你怎么不说给我补一补？哎呀，哼，你还敢讲？每次讨回来的东西，就你吃的最多，吃到人高马大、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补你也是浪费。喂，怎么相差那么远啊？你不给我吃也就算了，还说那么伤人心的话，你深深伤害了我的内心，你知道吗？哦，哎，行了。别在那边吵了啊！大牛阿狗他们都在外面努力的要钱，你们真的还有点时间，也多要点去。一会儿在破庙里见啊，别耽误时间。葛青啊，还要回去炖肉给平贵吃呢。大哥，二哥不在寒窑啊？他不在寒窑，那他去哪儿了？哦，二哥去啊，嘿嘿，我才不告诉你呢！喂，张伟，你给我回来！你给我说清楚！哎呦，大哥，你看张伟他，这人跑哪儿去了？奇怪。爹，娘，虽然平贵不是你们亲生的，可是你们对我的养育之恩，平贵永远都记在心上。小琪他找到了，只不过我跟他之间有些误会，他现在就住在一个叫魏豹的人家里。最近呢，承蒙一个叫葛大的乞丐，他收留我，孩儿谨遵爹的教诲，在家里好好的用功做学问。希望来年吧，
来年的科举，我希望可以求得一官半职，到时候就可以为朝廷效力。啊，平贵最近喜欢上了一个姑娘，她叫……她……他对平贵真的是痴心一片，不过只可惜，他是相府的3千金，一个千金小姐，一个乞丐，孩儿不敢奢望。希望爹和娘在天有灵，保佑平贵能够顺利的把小七找回来，好让我们一家团圆。他已经来过这儿了。大哥，大哥，大哥！娘，爹，我知道，大哥他一定来过了。这样，我们都没有见到。我们就这么没缘分吗？爹，我知道了。大哥是来告诉你，他爱王宝钏，他要娶王宝钏，是不是？不行啊，爹！你知道，我从小就喜欢哥，我从小就决定了，长大以后要嫁给他的。娘，爹，马上就要过新年了。我先来看看你们，你们也不想女儿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是不是？对，我要去告诉他，我要把事情告诉大哥。行好吧，行好，给点吃的，给点钱吧。您好，我想请问一下，你有没有见过一些丐帮小弟？有一个是瘸腿的，还有一个头这边贴着东西。没有，吗？没有，没见过，没有。哎，代战，你怎么回事啊？出来根本就没有心思逛街，东张西望的，找乞丐干嘛？我一时跟你也讲不清楚。行好，给点钱吧。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有没有看到一位男子，差不多这般高，长得非常的漂亮，还会一点武功，有吗？没看见，没有。给点钱吧，小姐。好冷啊！小姐，怎么会这样呢？不但找不到薛平贵，
连丐帮兄弟也不见踪影。别急别急，你想啊，既然在中原你只认识他，说明你们有缘分呢。既然有缘的话，早晚可以找到的啊。可是我们已经找了这么多天了，我连他的影子都没见到，我担心。哎，没事的，咱们在这附近找一找，也许就能找到他呢。薛平贵，你到底在哪里？你快出现在我面前吧！我来的时间有限，如果见不到你，这次回大理，恐怕我们两个人从此就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你怎么回事啊你？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不小心，我急着找我哥，那也不能。算了，也是我不好，想心事没有注意到你。不疼。对不起对不起啊。哎，这小姑娘长得还挺漂亮。哎，这中原果然美女甚多啊。丽娜，我觉得你话中有话。你是不是想跟我说，薛平贵，他可能会有意中人？哎呀，代战，你是不是太敏感了？我什么意思也没有啊。哎，对了，过几天就是新年了，你看这街上这么热闹，咱们别找了，去逛逛吧。对呀，马上就是新年了，乞丐们一定会上街行乞的。我想到了一个地方。相爷，难道你们大唐之中就没有能人能驯服这匹红鬃烈马吗？哼！我朝中的大将很多，只是年关将近，皇上令一些将军巡视四处和边关，所以并没有前来这么多人。哦，是这样吗？哼！相爷，凌霄相信，终会有人驯服此马，只是过2天就要年关了。过年以后，凌霄就要回大梁，只怕无缘目睹驯服此马的猛将了。你敢动，我立刻要了你的命！薛平贵，你想怎么样？我不想怎样，只想你把我的妹妹薛琪还给我。薛琪是你妹妹？你不用再装，你到底把她藏在哪儿了？其实，你真可以放手。我现在受了伤，如果我叫的话，你再取我性命也不迟。
其实，你的妹妹已经不在我这儿了。她不在你这儿，那她会在哪里啊？我怎么知道？她一天到晚心里只有你这个哥哥。可是你不来接她，我有什么办法？你骗人！我曾经来找过她，可是你的家丁不让我进来。他还说，你家里没有薛奇这个人。没错，他在我家里面可以进出自由。为了避免人家乱说，我就说他是我的远房亲戚，所以家丁都不知道他叫薛奇，都不认识他。你说的话是真的吗？我为什么要骗你？再说了，他当时昏迷在路上，是我把他救回来的。我还是不相信你的花言巧语。我总觉得你把他藏在这里是另有目的。